台美关税结果公布后，不少人的第一时间反应不是高兴，而是不安。有人担心守护台湾的细盾会不会出现变化，也有人质疑这是不是在掏空台湾。先说一句重要的话，这些担心并非全然的不理性，因为台积电、关税、赴美投资每个关键字的背后，牵动的不只是台湾的经济、就业，更攸关了国家安全。不论你是支持或反对，今天这支影片没有要说服谁，而是想将几个容易被混在一起的关键争议，用过往的台湾产业发展经验跟统计数据一个个拆开来看。所以今天的内容想和你聊聊掏空台湾在经济分析里真正的定义是什么，台美关税谈判的重点在哪里，为什么企业界多半给予正面的评价，为什么对传统产业来说更为的重要。如果我们真的担心企业海外投资会不会变成长期风险，应该看哪些的统计指标才会比较合适。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数据开箱系列，我是 Esther。 在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先厘清一个重要的观念，不论是经济学分析或企业管理的理论中，企业海外投资本身并不等于掏空。真正的关键不在于企业有没有去海外，而在于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之后，国内的投资是被排挤还是形成互补。如果企业赴海外投资，但同时又对国内的研发投资持续的增加，产业也有转型升级，那么分析上会倾向为互补关系。在经济分析中，如果企业把资本、技术和决策中心外移，同时国内的投资长期萎缩，又没有新的产业补入，通常才会被视为接近掏空的情况。这不是假设，而是台湾过往的历史经验。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以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成本吸引大量的国际企业投资，当中也包含了台商。2001年，中国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台湾企业更是大举赴中投资。根据经济部的长期统计资料来看，台商过往持续投资中国，只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条件优势逐年的下降。中国官方在2011年推动了五险一金的政策，期间又遇到了美国金融海啸，后续又跟中美开打贸易战，加速台湾企业降低对中国投资规模。而同时，根据经济部的长期统计资料显示，台商在台湾的本地投资2008到2011年明显转弱，对比期间台商在中国的投资增加，出现了符合投资排挤特征的现象。直到2018年以及2020年后，国际情势加上政府持续释出投资奖励，才有明显的归于返乡，尤其自动训产业的投资布局也再次的回到台湾本地。正因为2003到2015年台商在国内投资动能明显不足，政府推动营运总部管理办法，希望企业在放眼国际之余能够跟留台湾，将企业的研发、全球运筹、产业大脑留在台湾。也就是说，海外投资生产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在国内有没有继续投资并做产业的升级。而这个问题其实美国也经历过，美国的铁锈带地区失业不只是因为全球化，还包括原本产业外移之后仰赖自动化生产，又没有新的产业补进，进而影响就业机会。而从台美的过往经验可以看到，造成国内冲击的绝非是企业对外投资的产能外移，而是国内的投资断裂，还有国内的产能下滑。至于大众关心的赴美投资会否排挤国内的投资，如果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台湾企业赴美投资是以排挤对台投资为代价，理论上会看到台湾本地的投资动能转弱。但从目前整理的趋势资料来看，自动训业者赴美投资确实增加，不过同时对于国内的投资也同步在成长。至少就目前可观察到的趋势资料来说，尚未看到明确的投资排挤效应。在厘清了掏空跟排挤的定义之后，我们也才有能力理性的讨论台美关税谈判的影响，而这边会帮大家抓5个一定要听懂的重点。台湾业者对谈判结果之所以能放下心中的大石，关键的一点在于税率不叠加。这是谈判的 15% 税率上限，不是从零一路往上加，而是向下调降。这次的谈判结果让台湾过去相对不利的税率条件下修到 15% 的明确上限，也就是说最多只会课征 15% 的税率，和国际竞争对手站在同一个税率起跑点，甚至更加的优惠。
过去因为台湾遭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打压，很难跟其他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导致出口税率直接输在起跑点，尤其是台湾制造业当中支撑就业主力的传统产业。这次争取到的下修税率是以 15% 为上限，等于让台湾享有和美韩 FTA 签订后韩国厂商相同的关税税率。对于长期承受税率不利的传统业者来说，是实质的改善。第二点，232的优惠条款待遇。台湾是全球首个取得232豁免条款的国家，也就是不论未来美国的232调查结果如何，半导体及相关延伸的商品出口到美国，都享有不超过 15% 的关税税率。从区域产业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次谈判结果究竟如何，反映其他竞争国家的关注度上，例如韩国。第三点，其实美国这次的关税政策主要是想解决长期贸易逆差，而不管各国的经济 GDP 规模，同时希望鼓励赴美投资，目的是想要重建美国的制造能力，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2024年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实高于日韩的排名，所以谈判初期业界普遍并不乐观。而最终的结果，台湾对美国依然得有基本的投资额度，换句话说，等于是投资美国换取关税的优惠，但投资的项目能够自己决定。日韩则是需要由美国来指定，三者之间有明显的不同。第四点，对于美国投资总金额的误传，这里一定要说清楚的一件事，这不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投资，而是企业的自有投资资金。政府提供的是信贷保证的机制，让有意到美国投资的企业但没有美国融资经验的厂商在借贷的时候能够降低风险，比较像是一种信用背书，而不是政府出资。对美投资中也可以扣除2025年台积电已经承诺对美投资的1000亿元规划，因此尚待补足的投资金额大约是1500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 4.7 兆。第五点，所谓台积电在美产能要40%又是什么呢？其实针对这个议论，还要再补上一个逻辑，必须要对应到232条款当中提及的 2.5 倍产能进口免税额。意思是说，如果在美国产能占40%，根据 2.5 倍的额度优惠，换算下来就是100%的豁免。简单来说，如果在美国的产能比例达到一定的水准，依照免税额度换算，台积电在台湾生产的晶片出口到美国，就能享有全面的零关税效果。不过完成进场之后，豁免将会降到 1.5 倍。至于所谓的40%，其实市场上面有两种的说法，一种是认为是台积电的全球产能的40%，第二种说法则是单纯是指美国本地的需求。另外也有争论指出，台积电的技术会不会因为设厂到美国就反而被美国抢走，但基本上美国是法治国家，有契约精神，倘若不幸有专利、制裁、营业秘密的纠纷，可以有公开透明的审理司法流程。和中国过往要求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及市场换技术，导致欧美企业的技术外流给中国的养套杀模式有所不同。而台积电更符合卖方市场有议价能力的情境。不过台积电其实真正要担心的反而是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大棒伺候，因此台积电仍需要三星和 Intel 持续在市场上相互竞争。回到国内，为什么台积电赴美投资让人焦虑呢？即便理性上知道产业的逻辑，情感上很多人还是感到不安，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长期把国家的安全跟先进制程留在台湾高度绑定。但从产业的现实面来看，台积电持续投资台湾，最新的制程也仍留在台湾，海外建厂的时间成本高，美国的建厂时间几乎是台湾的2倍之多。台湾的研发节奏会持续向前走，除非台湾本地停止研发，否则先进制程不会原地的踏步。此外，台美之间更有劳动文化上面的差异。那么长期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如果想用统计指标来看，该注意哪些事？这边我会建议你可以关注扣掉政府相关部会、民间企业、各个产业在台湾的固定资本形成的趋势变化，或者是制造业，不论是资通讯还是传产，在国内固定投资增购额是否持续的增加。同时你也可以参考外商来台投资和台商对外投资的相对关系。此外，台湾本地对高阶研发人才是否仍有需求，像是国发会就有国内长期的产业人力供需调查可以追踪。
而这些长期观测的资料会比单一新闻或单一观点来得更加的客观。台美关税谈判结果，就业界和国际上给予的评价多半是正向的，但台商过往大举西进中国，转赴中南美洲和东南亚投资，期间和台湾投资动能转弱的阶段高度重叠，引发排挤效应之余，这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经验。所以未来要关注的不是情绪性的站队，也不是一昧的排斥企业海外投资，而是透过可验证的统计资料，包含了投资、就业、产业形态还有经济成长的数据，持续观察台美供应链合作究竟是互补还是替代。至于台湾的产业竞争爱恨纠葛，美国在半导体需求上为何掌握了话语权，台欧美日的半导体供应链关系，你可以参考频道上面的另外一支影片的介绍。2026年的震荡开局，加上川普的出一十五不一样的反复政策，以及美中结构化的对抗，我们需要的是更基于数据事实的理性对话，避免走向情绪极化。如果今天你只能记住一句话，那就是对企业赴海外投资的影响关键不在于单一投资地点，而在于台湾本地是否能持续的累积投资，维持产能量能，包括关键技术的保护、研发能力，甚至可以延揽全球的人才。那影片的最后呢，快速跟大家介绍投资台湾的统计资料要在哪里找。首先你可以先选择主计总处这边的国民所得及经济成长统计资料库，到左边的国内生产毛额的支出面，然后选择70年以后，接下来选择资本形成的固定资本形成，然后比方说你可以选择年，那这边呢你就选择你需要查找的年度，然后选择比方当期价格。那在资本财的形态部分，主计总处这边统计的包括了营建工程、运输工具、机器及设备，特别的是还包括了无形资产的智慧财产。那这边的购买的主体包括可能来自政府、公部门或者是民间企业单位。那第二个，你可以来到经济部统计处，这边有制造业营业额及投资统计，在这边你可以选择是固定资产增购额，然后你可以在上面选择整体的制造业。如果你特别关心的是比方说台积电半导体产业在台湾的目前的投资情形，那么你在下面就可以选择电子零组件或是电脑电子产品等光学制造业。上面呢选择年度，然后选择你要查找的时间，在这边的统计资料库里面最久的时间是在92年，选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按下查询，这边你就会看到在国内的固定资产增购、整体的制造业，然后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产品制造业，把这边的制造业扣除掉这两项，我们就可以得到传统产业的统计资料。那另外呢，有关于台湾到海外的投资或是核准外国人来台投资的部分，就需要到经济部的投资审议司这边来看。那由于这个网页进来之后呢，它最多只呈现2页，所以你可能会看不到更早之前的资料，这边可能就需要你手动 key， 比方说111年的12月。那查找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把档案点开来并进行下载。下载档案之后，你可以选择第15个工作表。如果想要知道台湾的资通讯厂商赴美投资的情形，你可以把资料往下拉，找到美国的区域，然后再选择像电子零组件制造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制造业，两者合计就会是我们的资通讯。而至于半导体产业，则属于电子零组件制造业的其中一部分。至于台商赴中国投资的情形，则是可以到第17个工作表。在最上面这边呢，是看到整体制造业历年对中国的投资金额。如果想要知道更细的产业别，你可以往下拉，同样的找到电子零组件，还有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从这边的历年的资料统计，可以了解台商赴中国投资，再加上前面介绍过的行政院主计总处还有经济部统计资料处相关的资料做比对，来了解到底台美关税谈判之后，台商赴美国的投资会不会可能排挤到对台湾的投资。透过这几个资料库，可以自己动手追踪咯。今天提到的统计资料来源都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中。你怎么看待这一次的台美关税谈判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那我们下个话题再见咯，拜拜。